本来是全部草都长这么高，就是那么高，就半树高的，全部让它重新翻出来的。其实不要去拍它，不要拍它，就不要挖它。干嘛不要挖它呢？因为草的话割掉就行了，它明年的话就会好，明年它能作为一种肥料嘛。但是草，你像这个土啊，其实你看啊，就翻了一下，你看它的水分是重新被翻了。你看这个土是不是很湿？最近很久没下雨了，而且这个土是，你看一捏就全部腐了，全部腐了。嗯哼，这个土质是带有，澜沧江边上带有一种沙质土。这是以前的河床下沉，现在下沉，河床下沉之后就变成这样。这个土全是沙质土，所以它水分各种它保有的都还不错，这一块地的水分都非常不错。你看我都闻到那个泥土那种味道，很香啊，真的就是真的很香，很清香。然后你像这种茶树，你看它的产量为什么不高？现在非常不高，就是你看芽头基本上就没有。就是以十几年没有采过了哦，它还有琼眼，10几年都没有采过了。你看这种芽头啊，因为茶树是像这个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，我把这里你看它有很多小的一个芽，如果说我把它采在这里，那这几个芽都会长，所以说每年去采它长芽的地方就越来越多。你经常去采它就越来越多哦。但是真正好生态的话，你不要采多了。普文在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像这种茶的话，一年采它一季，采它一季之后，这种梗让它流出来，就让它长芽苞，然后树形它就起来了。哎，这个树它是往上长的，为什么它会往上长？我看到很多的那个都是乔木跟那个灌木它是有区别的，灌木它同样也是会往上长，但是往上长它有一个特点，在海拔高的时候。它这些我们这里的海拔是1900几啊，海拔高，大家来看，海拔高，它的树叶就比较瘦，因为没有施肥的一个也比较瘦，锯齿它还是比较明显的，锯齿是非常明显的，然后叶面大家看这种叶面是油性的，对，它的是油性的，带油脂的那种啊，油性的叶面很漂亮。因为它真的油光亮亮，你看油亮，树往上涨是因为海拔。哦，树往上涨是因为海拔是吧？海拔越高的，它越往上涨。这是同你海拔低，温度气温热，它就很长。你看这个树根也是有很多的那个青苔是吧？那据说好像青苔是要没有农药化肥的地方它才有的。正常。就是没有，它要一定海拔湿度。青苔是生长环境，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湿度的。你去看原始森林里面，立体生态越好的地方，自然的一个湿度就非常好，青苔长得非常茂盛，一整棵树可以看上去全是长青苔。哦，难怪引了那么多树皮，树皮吃，树花吃。其实这个树根它很大，其实之前，10多年前是被砍。这个树根哇，真的很大。其实它10多年前哇，好多青苔哦！你看树根都长青苔。那另外呢，你看这个木为什么它会那么腻、那么细腻呢？你看看，对，那个纹理是它生长的时间有关系。哦，你看这棵就非常明显。这棵树大家来看看，这里是被砍过的。这个直径至少在15，因为我一拖50公分，这个树至少17、8公分啊。这里是砍过是吧？砍过的。这个树龄其实至少这个树7、80年，最起码我们是讲实际的，不讲那种虚的。这一片大概6、7亩左右。这一片是我会拿来主要还是做白茶，因为这个树种比较合适做白茶。这边的凤青的一个老品种茶树，这一片我们做起来自己喝一点。如果你这里不去修它，它就不会很长，就只这上面长一个芽苞。但这个茶树的话，至少到4月初，4月初才出来。对，这片的话，至少到4月初，跟其他的茶果它是不一样的。施过肥的茶果，大家你看了乱七八糟，各种形状都有。你施化肥足的话，它的茶果很有力量。大家看一下，这3个果子，但是2干化了，然后只剩下一个大的果子。你看，这是僵化的果子，这个其实也是有3果。你别看啊，打开之后，它现在2个果，这边上那一个不长，
打不开。其实它也是三果的。这种茶籽其实自然掉下去，它有些还会自然长出来。对，你看看这不是有了一颗茶吗？对，这里就有一颗茶。小茶。那这也是有一个小茶，这是有很多很多那个小茶。师兄呢，看一下，这一个茶果，那这里本来有个孔，也是一个茶果，是三果的，然后它僵化没有长，是不是？本来有3个茶果的。哦。这一个，这个机器对焦有点慢。你来看一下，这一块茶地旁边，这个是凤青的啊，人民政府啊，它17年来立的保护树的，这个围不过啊，围不过来。这个是野生茶，土质为什么那么好呢？湿的，立马就是全湿了。野茶最喜的是这种沙质土，为什么它会在这边特别多？每个树种它喜好的土地，它都是有原因的。哦，这棵树真的就是很老啊。下面呢都是啊，这上面都是啊，上面都是老树，一圈都是大古茶树啊。这个有点像榕树那个根哈。对，是一点榕树根。这边我们都不种庄稼，这一圈都不种庄稼了。我现在建议他们不翻那种土翻那么深，因为翻深了不翻池其实更好。啊，这也有一棵大树，这都是。哇，这有一棵大树，要照上去有多大？哇，这就很大，而且有很多青苔哦。这也是一个古树茶。我们去其他地域看看。